Rising sea level combined with intensifying typhoons. That's number 1 and 2. Fires in the semi-arid regions, which have a long dry season, adding temperature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wildfire. And I'm very, very concerned that we're looking at 2 to 5 meters of sea level rise over the next 2 to 4 centuries. And once you start this process, it's what we call a tipping point, you probably cannot reverse it. 只要记得2度这个数字，现今世界上的所有的机构，包括哥本哈根大会、欧盟、日本、美国、中印、大型跨国企业、绿色和平政治团体等等，全都同意地球必须控制于升温2度的标准内。原因是，一旦跨过了2度的门槛，将会导致生态机制失去控制，摄氏2度成了人类存亡的关键。专家推估，只要地球温度上升1度，部分野生动物就会濒临灭绝，物种被迫迁离驻地，或者甚至灭绝。上升2度的话，有30%的动物、植物绝迹，各地干旱、饥荒、珊瑚白化，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上升3度，30%海岸湿地将会淹没，热浪干旱，上亿人无水可用。上升4度，亚洲、非洲、低洼三角洲每年洪患不绝。上升5度，超过40%的动植物将会灭绝。一旦全球温度升高6度，人类及大多数物种都将灭绝。2009年，联合国曾试图说服有权力做决策的人，各国环境部长以及国际媒体共同见证北极格陵兰的改变。踏上世界的尽头，洁白的浮冰映着湛蓝海洋，极地美景尽收眼底。但是，辽阔的北冰洋竟然散发着凄凉的美，因为眼前一座一座漂浮挺立的冰山，全部裂解自格陵兰岛的1000年冰河。这几年，夏天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流入大海。科学家预估，约莫2020年到2037年的某一个夏天，也就是最快10年以后，北极融冰会完全消失。当北极消失不见的时候，有2方作用。第一，北冰洋海水的温度会快速地上升10度，因为它原来就像是一面镜子，能把太阳的光反射出去。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黑体，把所有的太阳辐射都吸进来，这一出一入，其实增加了200倍。所以海水的温度会快速的上升。其次，格陵兰一旦融冰，也将带动海平面上升。国际科学团队发现，这个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冰河移动的速度比4年前倍增，严重程度远超乎人们想象。The Greenland ice sheet contains about 7 meters of sea level equivalent. In other words, if you were to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and put all the ice that's frozen on the land surface as liquid water into the ocean, sea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be about 7 meters higher than they are today. 从直升机上俯瞰海岸线，格陵兰冰原融化的冰山碎块漂浮海面，处处可见暖化的足迹，
格陵兰的融冰速度将决定本世纪人类的命运。什么是正负2度 C 呢？其实，地球若上升2度，许多小岛已经亡国了。这里是33个岛屿所组成的太平洋小国吉里巴斯。现在，它们离海平面最高的地方已经不到4公尺，民众居住的范围离海岸边大概只有1公里的距离。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目前吉里巴斯已经有3座小岛被淹没。哥本哈根大会后无重大结论，联合国各国代表只能共同聆听小国的亡国宣言。北冰洋全面融化的后果不用科学家的图表。这一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的10月，由于北极大量冰融，一只饥饿的大北极熊游不到觅食之地，它饿了，于是吃下了同种的幼熊。白色的大地，白色的北极象征物种，在灭绝危机中留下了满尺红色的惊人画面。天地不再是一片圣洁雪白，而这只是灭绝世界的第一幕序曲。